欧洲最大两栖攻击舰已经诞生。2024年年底，意大利新船迪迪亚斯特号服役，满载排水量 3.3 万吨，意大利首艘两栖舰攻击舰，也是二战之后意大利海军建造的最大舰艇。迪迪亚斯特号的性能也没有埋没以上这些型号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舰多用。表面看上去是两栖攻击舰，但也是一艘航母，可以起降多种旋翼机与固定翼战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它还是两舰岛，在两栖攻击舰上这还是第一次出现。问题来了，迪迪亚斯特号到底有多强？实际作战时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意大利三面环海，并且岛屿众多，两栖作战能力极为重要。目前意大利主要的两栖投送能力主要依靠3艘20世纪80年代制造的圣乔治级船坞登陆舰，以及一艘具备两栖登陆能力的轻型航母加夫尔号。在地中海地区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而且对于身处地中海腹地的意大利海军而言，一些中小型军舰才是重点。比如排水量不足8000吨的圣乔治级，只能搭载3至5架直升机，3艘机械化人员登陆艇和440名士兵，却拥有完整的全贯通飞行甲板以及一定的机械车辆运输能力。地中海的主要港口间距较近，不需要远洋部署能力。地理位置不需要，不代表国家不需要。作为一个北约成员国，意大利的很多军事行动都要出远海，只有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由海向空的力量投送。当需要火力支援时，也可以使用舰炮进行对陆射击。加上现在的两栖作战强调立体化，意大利海军的实力稍微有些不足。圣乔治级的年龄已经很大了，各项作战指标比较落后，缺乏高强度的航空器操作能力和甲板下机库，航空管制与战役指挥能力不够强，而加夫尔号缺乏较强的超视距登陆能力，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。建造新舰艇已经是重中之重。这个问题很早就出现了，意大利呢也做过一定的努力，只是没能成功。1996年11月，意大利海军开始执行新航母的研制工作。最初的时候并未考虑纳入两栖作战能力，当时考虑建造一艘 1.2 万吨的两栖攻击舰。不过大家也都知道，冷战结束之后，欧洲各国的国防经费开始大幅缩减，意大利呢也不例外，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建造轻型航母与两栖攻击舰。两栖舰被海军中途叫停，所以加夫尔号航母也要兼职两栖运输的能力，具备直升机垂直登陆能力。不过轻型航母终究不算根正苗红的陆战队平台，意大利海军仍有建造两栖攻击舰的需求，于是迪迪亚斯特号出现了。2015年5月，意大利议会通过舰队法案，提出建造新型两栖攻击舰迪迪亚斯特号。最初是考虑建造一种圣乔治级的放大版，吨位并没有达到 3.3 万吨。不过后来考虑到加利波第号航母的退役时间，意大利海军对其进行了修改，增强了新舰的航空作战能力，并大幅增加吨位。舰船任务就交给了芬坎蒂尼造船集团以及莱昂纳多公司。2017年7月，迪迪亚斯特号切割钢板。2019年5月，该舰在那不勒斯附近的斯塔比亚海堡下水，后转至拉厄斯佩齐亚附近的穆加诺造船厂西装。按照计划，迪迪亚斯特号在2022年就要交付入列，但是因为不可抗力，时间有所推迟。2024年12月，意大利海军新型两栖攻击舰迪迪亚斯特号入列。不仅是意大利第一艘两栖舰艇，也是世界上第一艘采用双舰岛的两栖舰艇。就直面数据而言，迪迪亚斯特号是意大利自二战以来建造的最大水面战舰，也是欧洲最大的现役两栖攻击舰。迪迪亚斯特号舰长245米，宽55米，满载排水量超过 3.3 万吨。法国海军的西北风级不过 2.15 万吨，即使是西班牙海军的胡安·卡洛斯一世号，满载排水量也不过 2.7 万吨。当然，作为一款新型两栖攻击舰，迪迪亚斯特号不仅仅是吨位大，性能也相当出色。其采用柴电燃联合动力系统，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变换航速，最高25节，这点算是吊打欧洲的一众两栖攻击舰。法国的西北风级属于全电推动，最大航速不过18节。即使与航母对比，迪迪亚斯特号的航母也不算差。法国的戴高乐采用2个 K15 核反应堆，最大航速25节。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采用2台燃气轮机驱动，最大航速27节，仅比迪迪亚斯特号快了那么一点点。在火力上，迪迪亚斯特号也比欧洲其他两栖攻击舰更强，舰上2座8单元的 A50 垂发，可发射16枚自愿防空导弹或者32枚 CMM-ER 舰空导弹，还有3门25毫米机关炮和6挺12.7毫米的机枪，用于打击小型海上目标。
舰体左右两舷尾部各装有一门奥托75毫米舰炮，不仅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，也可以兼顾防空。欧美很多舰艇上都有这门舰炮。在电子系统方面，迪迪亚斯特号配备的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具备完成的搜索和火控能力，性能不亚于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。该舰配备 X 波段和 C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在前方的航海舰岛上，其安装了 L 波段 3D 远程有源相控阵对空搜索雷达。加夫尔号和印度海军维克兰特号航母也使用了这种雷达。后方的航空指挥舰岛上安装的是 L 波段能量盾牌远程对空警戒雷达，可以监测和跟踪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。以上这些雷达都可以配合敌我识别系统以及新一代电子战系统使用。该舰还配备诱饵发射系统和远程声波对抗系统，水下防御能力也不错。不过迪迪亚斯特号最大的特点还是双舰岛，它不是第一个采用双舰岛的舰艇，第一个是伊丽莎白号，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双舰岛的两栖舰艇。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要具备航海指挥以及航空指挥的能力，其中航海指挥为了观察，一般布置在舰上靠前的位置，而航空指挥舰岛负责舰载机着舰和甲板调度，一般布置在舰上比较靠后的位置。两个指挥体系完全分开，可以减少航空和航海指挥人员的相互干扰，作战效能更高。双舰岛设计也减少了单个舰岛的工作负荷，提高了整体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。性能好就算了，在之后的外销上，迪迪亚斯特号也有很大优势。这种双舰岛的设计，通过搭载不同的装备和人员的变化，应对不同的任务。如果之后有海外的客户要订购这种双舰岛的轻型航母，意大利的造船厂就可以对其进行改进，可以把两栖功能删掉，比如去掉船坞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机库。就目前来看，意大利海军计划建造3艘迪迪亚斯特号，1号舰取代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，2号、3号取代圣乔治奥级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实际作战时，迪迪亚斯特号可以发挥什么作用？服役之后，迪迪亚斯特号被分配到意大利海军专职两栖作战的第3舰队，替换加里波第号航母，将以塔兰托港为母港，负责支持以圣马可海军陆战队旅为中心的两栖作战，并担任两栖编队的旗舰，与加夫尔号航母为旗舰的航母编队共同组成意大利海军的远征编队。从性能来看，迪迪亚斯特号与加里波第号、加尔夫号航母主要的区别就是设计重点和承担的任务。三者之间，加里波第号最小，满载排水量不过 1.3 万吨，一般使用遥式战机和直升机进行防空与反潜任务。加夫尔号的吨位属于中间值，除了上述功能之外，还具备空中突击作战以及两栖作战指挥能力。相比之下，迪迪亚斯特号是以两栖作战为主体，拥有两栖攻击舰标配的警示甲板，可以搭载4艘意大利 LC-23 机械化登陆艇或1艘美制气垫登陆艇，还可以搭载2艘15米作战艇和2艘刚性充气艇。车库面积达到了1200平方米，可以搭载公羊主战坦克与 VBA 两栖装甲车，也可以搭载60吨级的履带式战车。机库面积3300平方米，二者可以根据任务需求相互转换。甲板上设置了9个直升机起降点，可以搭载12架中型直升机，也可以配备无人机。实际作战时，迪迪亚斯特号可以针对地中海的沿岸区域进行立体化的兵力投送，可以使用重型舰载直升机快速投送部队，之后武装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，也可以从船坞当中使用登陆艇快速转运步兵战车与主战坦克，而且是属于海空一体。对于意大利的海军而言，迪迪亚斯特号的服役使其跨越海域的兵力投送能力大幅度提升。除了两栖作战之外，迪迪亚斯特号也兼具指挥控制能力，也能执行救援、医疗后送等任务。在兵力运输与投送能力上，迪迪亚斯特号可搭载上千名人员，包括400多名舰员和600人左右的两栖陆战营。医院设施也很齐全，设置有手术室、放射室、负压病房等，必要时也能在船上使用集装箱式医疗服务。此外，迪迪亚斯特号也是备用航母，其设计理念就是双用途。在加夫尔号航母比较忙的时候，迪迪亚斯特号就能充当航母，其舰载机搭载能力不亚于加夫尔号，支持旋翼、轻转旋翼和固定翼飞机以及无人机起降，其中包括 EH-101、NH-90、CH-47、CH-53，固定翼包括 AV-8B 和 F-35B。从设计开始，迪迪亚斯特号就在为搭载 F-35B 做准备，比如对飞行甲板进行加固处理，避免 F-35B 垂直起降对甲板造成伤害。根据报道来看，迪迪亚斯特号最多可以搭载20架 F-35B， 与美军的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相当。就实力而言，在欧洲这边，意大利海军已经是顶尖，不亚于英法两国。除了迪迪亚斯特号，意大利海军还有其他方面的升级，比如采购新型舰艇，计划以20亿美元的资金为海军采购2艘改进型欧洲多用途护卫舰，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，
2号舰预计2030年交付。意大利还将采购5艘新一代反水雷舰艇、6艘近海巡逻舰，建造2艘万吨级 DDX 驱逐舰。此外，意大利国防部还继续推进2艘安德烈亚多利亚级驱逐舰、4艘托达罗级潜艇、2艘萨乌罗级潜艇以及埃特纳号补给船升级改造计划。除了加装舰船，意大利还将加强空中力量，斥资78亿美元采购25架 F-35，其中5架分配给意大利海军，还有采购6架新型海上反潜巡逻机的计划。为了应对未来战场的威胁，意大利海军还启动了水下技术研发计划，成立无人潜航器研发部门，加强情报、监视和侦察应用。当然，无人机这种战场大杀器也不能放过。意大利海军参谋部官员称，计划在未来10年内使用大量无人机，并公布了一项名为“无人机蜂群航母”的计划，还计划申请约2亿美元采购海上反无人机系统，包括常规武器和定向能武器。迪迪亚斯特号只是意大利海军升级的一部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迪迪亚斯特号还能起到什么作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